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期的话，我们来看这个乌鸦绝活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，还有它的一个中路对线情况。这个乌鸦的话，主要是玩那个暗黑收割的这个天赋的，然后出装就没有太多变化，主要是符文的话，就是这个版本的一个主流出法吧。这里过来找个机会，没有野，可惜了。这里的话是想找一下对面的眼的。对面加里奥是玩的有点猥琐，EW 命中了，就是可以卡对方想来清线的过程中去释放 E 技能。之前很早之前有人问我说怎么提高这个乌鸦的 E 技能命中率？这里面就是一个推线的一个，就是对面手短的情况下，你就可以直接在他清兵线的时候去 E， 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，或者说利用，反正更多的主要是基本功是要更好的去预判对方的一个位置。如果实在不行，你就牺牲 W 去保证 E 技能命中率也可以。这3压着这个打，这不会是玩那种送死刘塞恩吧？完了呀，下路打了起来，送掉3个，这里闪现过来，直接爆死一个，先再拉一个，对面把 Q 给交了，那他没有跑的机会，但他交闪了，这样的话好像杀不掉了。2技能打个被动吧，想杀的话就杀不掉了。但叠了2层被动已经赚了，有吃到有人头。这波的话是比较可惜啊，但问题不大。这里可以看到，先把炮车兵打残以后 ，A 大概3下以后，再 EQ， 直接就一波兵可以清掉，然后就可以支援了。就清线技巧也是一个就是能让你提高去gank能力的一个，去支援队友。对 ，EW 接 Q 就能一波兵线。如果你不想没有 W 技能，那就去把那个炮车 A 几下，然后就 EQ 就可以直接打满所有小兵。没有机会的话，就过来扫描一下，但是可以先开大招，然后再过来，直接先收掉一个还能操作的这种E没有拉到，但猫咪上身了，猫咪上身可以操作起来，走位躲掉对面的 E 技能，控制躲掉了，再收一个，这玩的有点好了呀。然后猫咪说射手你自己发育去吧，我跟中单先发育先。
像刚刚那种情况，必须得走位，你不走位的话，就一下子被人撞到，一套伤，输出就没得救了。啊，分均1000已经很不错了。就是每分钟，就是你的经济除以这个每分钟，然后能1000就已经很厉害了。大部分的人能在700-800已经也算是，就是说被人针对的情况下，700-800那也很不错。对面的话，对面直接放弃了这个塔，可以过来推就好了，4个人。对面又回来了，想守住这个塔嘛？但这个可以强推啊，这个塔已经其实是没用的了。这里大招开了，猫咪上身，吸血蜥上来了，可以再找机会吗？疾跑没了啊，还有一些牛头，一技能拉中，二技能接 Q，A 一下回城，可以撤了。哦，打野去偷那个先锋了。哇，7个人头，都已经拿了7个人头，但对面还是有9个人头。这把的话，其实猫咪可以跟着中单了，射手这边得让射手去单发育就好了。去抓赛恩是没用的哈，反倒是抓不死，反倒是断自己节奏，所以这局只能是抓下路。加里奥野的话也没必要抓，因为对方又肉又臭。对面过来抓的话，闪现泰山拉出来，给大招推棒，把他对面打野秒掉先，拉一下，再把射手秒掉。这里的话又把这个加里奥秒掉，辅助也死了。加上猫咪2打4，我靠！哎，说实话，这个就1件半哎，2件套都没有吧？哦，不对，2件了，2件就可以2打4了吗？太离谱了吧！靠，看得我都想去玩了，但我百分百保证，肯定就是我肯定没有玩不出这种效果。又来来下路抓了，开大招疾跑，推棒炸一下。但这局最大的受害者是天使呀，那天使一直在送啊。赛恩打野都打不动了，不过很正常哈。不是赛恩是不值钱的，因为一直在送。这里15黑就是僵尸的话也是能叠黑暗收割的，就是赛恩的那个死亡以后的状态。这里让猫咪做流水法杖。这里闪现把对面技能骗出来了，可以抓下了，但好像对面知道要来，哎，王子 EQ 吗？不 EQ。哦，但是射手送掉了，要命！但是这里先把皇子秒掉，猫咪有大招可以打控制 ，EW， 猫咪吃人头其实是可以的，因为这边已经优势很大了，把点。就是把经济分点给这个队友是好事情。
特别是猫咪这种是吧？更多的争议对这个斯维因乌鸦是好事情。这边就是一个牛头人，牛头还把天使秒了。这个天使虽然崩了，但是他知道他把大招给队友，其实也是好事情。这里恐怖游戏到现场了，EQ 想走，他为什么不往那边走呢？不是那边不是有墙吗？这有点搞了。这里薇恩又死了。说实话，薇恩跟那个谁，就是大后期玩的有点难受了。说实话，这里的话隔墙，如果对面贴着墙的话，是可以强行把对面拉过墙的另外一边的。这里有个技巧，开大招直接上来，有疾跑的，直接收掉。队友又死了。这里的话可以来拿这个中立。说实话，16-0这个有点离谱了。做个法爆球。最后一件可以做一件复活甲，这个伤害也完全够了。复活甲的话，补点平贴伤害、误攻伤害，就是打混伤，也算是吧。但好像后期的话会根据哪个法强更高来判定那个平贴伤害，好像是。但复活甲怎么都是比较好的。这里上来。这里过来推棒接爆，直接越塔强杀了。这已经对面扛不住这伤害了，他这把应该是可以一波了。对面打野已经被 L 星麻了。天使推塔还是蛮快的，有大招还可以打，但过来爆一下，对面射手就残血回家了，牛头被拉中，可以辅助杀掉了，那直接一波吗？对面还想守，兵线没了，可惜，这里送出去一个大人头。然后这里突然猫咪来一句说：“这个力量不属于你，只是我让你变得更强了而已。”那行，然后我们接着看第二局啊。我们来看第二局，对线的话是中单长手英雄啊。像暗黑收割者其实并不是，就是说并不是顺风或碾压的时候，就是那种争议不是很大哈。所以这个符文还能削，说实话
确实是想不到的。但后期如果说拖得太久的话，这个符文确实有一定的优势，但不一定能拖到那个时候。只是拿着单局的那种想法或者理想状态去想的话，也不太好，对吧？所以削的话，可能有他自己的理由吧。但我是觉得他没那么强。这里的话，反正我们这局看一下他如何去兑现长手嘛。他这种就是一级学 E 技能，二级学 W。现在二技能命中率自从增加了那个释放时间，确实没那么好命中了。这种情况下，只能慢慢的去跟他消耗，吃兵线。这现在被动一次都没有叠到，没炸到，他一个小加速，一技能拉到了。两边经济差不多，回家补个鞋子。不用着急的，其实到了5级以后，开始可以游走以后，就很舒服的。这里的话是主 Q 技能，主 Q 负 E， 二技能虽然说，有效果有奇效，但说实话伤害就是怎么说呢，命中率太低了呢。这里的话直接绕过来，对面打残血的话，这里队友打残血可以越，但这里吃了果子，那没那么好越。发条在这，这里直接上来强行打一套，打个被动，但二技能没命中，只是一拉了一下，必须得往后撤了。对面给了引燃，拉到再爆一下。但有护盾呀，这种打得很激烈，但并没有产生人头。剑魔的话，前期5级前吧，不是怎么说呢，就是并没有太多效果。他这种还是要有一件装备差不多成型以后，效果会更好一些，不像魏。像队友在入侵野区的时候，要尽快把兵线清掉，这样的话能更好的去帮助他。霞的话有机会，给二技能去封他位置 ，Q 起手，不要着急，留技能，E 技能拉到接 W， 可以，这露露闪现接 Q 接 A， 但这里人头应该要送出去了吧？但是没办法，对面发条闪现 Q， 这局就没有上一局那么轻松了啊。刚刚那波其实可以拉开的，二技能跳开的，但没想到他跳上去了，可能是太紧张了吧。打着，对面的发条玩得很好啊，他那资源没想到直接都在那了。两边清线都快，开山拉开。如果你往那边走的话，一定是会吃到他的 Q 的。
对面发条是相位猛冲，这剑魔很凶哦，有机会吗？没机会。大招过来，直接闪现接爆，秒掉对面的位。这里的话，让剑魔把兵线推进来。这里刷一下野，只能这样子。这里打中了二技能，E技能拉回来秒掉。虽然说二技能空了，但E技能命中了，这就挺好的。这种情况下就是一定要去利用二技能去封他走位，以后他会往那边躲，躲完以后你再E技能往那边拉就可以了。不过刚刚这边是比较极限的一个预判哈，封了走位以后给了个预判。像乌鸦的 E 技能预判的话，命中率还是蛮高的。他那个概率，就是他有时候会，你说刚好边上，你以为中不了，但他可能会判定你直接命中。狗熊过来，哇，打一套。哇，对面发条很那个呀，就打后面，他知道打狗熊没用。这里过来炸一下接 Q， 往这边走，这边射手的话，哎呦，这边还有安倍萨，往那边走的话，其实会被安倍萨包。这里能拖住安倍萨，其实就很舒服了。哇，还收掉了，过于太炸一下，没收掉，E技能没拉到，可惜了。刚刚E技能命中了就爽吃3个头了，发条来了没了，太贪了，主要是这里。那这样的话，医学塔应该是没了，中路1塔，中路医学塔第一个塔应该对面发条不去推。小炮在的话，那就还能守得住。这里小炮可以收割的，但小炮伤害好低啊，收不掉。小炮有大招的，但对面有护盾，其实他那个伤害有点低，大招的伤害并不是很高的哈，更多的主要是那个靠 E 技能。这里闪现过来，对面没想到的位置，那这里就追得到的，但好像谁都杀不了。机炮有了，完了，一个都杀不掉。其实刚刚追射手的话，有机会杀射手，因为机炮快好了。这里海克斯闪现推棒，E技能压起身拉回来收掉。这里面就是绝猴哥的熟练度太高了哈，就那句话，绝猴哥是高手，是高手，那高手是绝猴不一定，但也只是个别英雄哈，因为绝猴哥确实玩某个英雄是很强势。但职业哥又是另外一个高度，职业哥那是对英雄池的熟练度高。
其实乌鸦的强度并没有那么高哈，但你把人给带入进去了，所以才变得超猛。如果你是个普通玩家去玩乌鸦，其实还好，并没有那么那个的，并没有那么强。后面选择换资源，那这里可以拿龙吗？其实可以打龙这波。这波剑魔不在的，如果突然打起来，肯定会掉大节奏，但看情况。这边回家已经补了装备的，对面也回了，这里抓到个机会。哦，但是这个位给大招锁了一手，大招这样的话必须得走过去，推棒闪现 W， 但没有位移技能了，过不去的啊。但这波啊，对面位锁这个锁太厚了，这种锁是没有效果的。但说实话，就是因为他锁了，所以后排才还有机会在那输出。不过对面好像没有做重伤，是不是？这边两个回血那么猛的不做重伤。像刚刚的话，其实闪现过去找后排能一下子炸3个，团战会更容易一些。不过因为有这个位，所以团战打的久了点。我对面以为这没人，就这么上了。那对面要炸了呀！推棒，赶紧拉出来。这防御塔，这大招应该砸一下这防御塔呀，其实还能活下来。但没事了，对面掉3个点，中路肯定守不住的，边路可能还能守一守。剑魔直接进场，然后去找那个发条，守不了的。但一波的话，时间有点早，对面护盾还在。等啊，乌鸦出来。这样的话就直接可以拿下了，可以一波了。那行，这一期的话就到这啦，欢迎大家收看，拜拜。